一个消失的少女，一个未解的谜团和一段被遗忘的真相。18岁的香农·塞德斯在一次派对后神秘失踪，数月后，他的身体在密林被发现。警方的调查毫无头绪，连测谎仪都未能揭露真凶的身份。直到2012年，一个意外的发现重新点燃了希望之火，揭开了被隐藏23年的秘密。欢迎来到老何开枪，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起发生在美国密西根州的离奇凶案的真相吧。在密西根州布鲁克镇，这小镇上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起神秘的案件打破。香农·塞德斯，一个18岁的乐观少女呢，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她的童年虽然有过波折，父母离异给她的生活蒙上了阴影，但她依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她和父亲罗伯特相依为命。1989年7月17日那天晚上，罗伯特呢像往常一样轮到夜班工作，他临走的时候就嘱咐香农要小心，要关好门窗，保护好自己。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在他离开之后就悄悄地溜出了门，前去参加派对。香农对于这个派对的热爱，那已经不是第一次让他去冒险了。在那个年代的美国，年轻人最喜欢参加的活动就是派对，经常是这个3、5成群的聚在一起吃喝玩乐喝酒跳舞甚至干点那些个少儿不宜的事儿香农呢，通常都能在父亲回家之前赶回来，维持着这个乖乖女的形象。但是这一次她没能回来，就此消失在了夜色中。清晨8点30分，罗伯特结束了漫长的夜班之后返回家中，却发现一切都有些不同寻常。他的女儿香农平日里呢会准备早餐迎接他的归来，但是今天家里却是空无一人，客厅、厨房、卧室都寂静无声，这让罗伯特感到了不安他立刻就拨打电话给香农的这个朋友、亲戚，还有老师，甚至说是走访了周围的邻居，但都无法找到香农的下落。朋友们都表示，昨晚的派对上，香农大约是11点左右就离开了，说是要回家了，但谁也不知道他是否真的回家了。香农的失踪让罗伯特焦急万分，他没有多久便向警方报了案。当地警局迅速出动，但面对着当时的技术手段的这个局限没有监控，没有智能手机这样这个现代化的这些神器，他们就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一样。接下来的几个月，警方组织了小镇上的人们对着周围的森林进行了密集的搜寻。期间2名登山爱好者在青少年常去的这个叫森林洞的区域发现了香农的一些物品。这个发现让警方认为，香农可能是在派对之后回到了这个地方。于是警方再次派出了大量人手，对该区域进行了彻底的搜索。但除了找到一条蓝色的牛仔裤之外就再没有其他的线索了。就在香农失踪的3个月后的1989年的10月15日，一个意外的访客为这个冰冷的案件带来了一线希望。深夜10点左右，布鲁克镇警局接到了一个猎人的报告，他在马尼斯提国家森林公园深处意外就发现了一具遗体。警方心中一紧立刻就联系了香农的父亲罗伯特，急忙的就赶往了现场。现场所见的情形真是令人心酸。遗体已经是严重的变形，几乎无法辨认。但罗伯特一眼就认出了女儿，他身上的这个衣物和身形的这个特征都指向了一个沉痛的事实，这就是香农。
验尸官经过罗伯特的同意呢，对遗体进行了细致的检查，确认了这就是失踪已久的香农。从遗体的状况来看，香农的生命终点那是非常悲惨的，他遭受了极端的伤害，最终因为严重的头部损伤而失去了生命。此外呢，根据他被掀开的衬衫、扯下的内衣，暗示了这起案件的另一层阴暗面。尽管发现了遗体，香农的生命故事画上了悲伤的句点，但是凶手的身份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前几个月的时间里，罗伯特和警方都曾经在案发附近搜索，但遗憾的是，他们总是错过了这些关键的线索。时间一晃呢，这遗体已经变得难以辨识， DNA 证据也无法提取了，这大大的增加了破案的难度啊！侦探们推测呀，这可能是不止一个人参与了这起罪行，而且这嫌疑人很可能就藏匿在当晚聚会的人群中。根据这一线索，警方审问了当晚聚会的8个人，并快速地锁定了3名嫌疑人。第一个是布兰登，目击者称他曾经邀请香农兜风，但是布兰登很快就被排除了，因为香农根本就不待见他，而且布兰登的离开也纯属是因为他有私事儿。紧接着呢，警方又调查了保罗和马特琼斯兄弟，他们呢是当晚送香农回家的人。兄弟俩称，这香农呢取消了原来的计划独自的回家了。他们对香农家的情况的描述呢也很详细。警方模拟验证之后发现，这些说法呢还真靠谱。这连续3人都被排除了嫌疑，警方一下子就失去了侦查的方向。他们不得不进行全面的摸底调查，甚至呢启用了测谎仪对这8个人进行测谎。可令警方感到无奈的是所有的人都通过了测试，被排除在了嫌疑名单之中。所有人都是无辜的，那又是谁他杀害了香农呢？在那个缺乏技术手段且治安不好的年代警方只能将怀疑的目光转向四处流窜的这些个罪犯。同时呢，小镇上也充斥着各种谣言，有人猜测呢说是黑帮，有人说是邪恶力量甚至还有人怀疑是罗伯特干的。这些谣言最终都被证实是无稽之谈，对于真凶的追寻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香农的案件就这样拖延了长达23年。时间飞逝，转眼23年过去了，布鲁克上的人来人往，但是罗伯特始终是守候在这个小镇。他坚强地面对失去心爱女儿的痛苦一直没有放弃寻找真相。他在小镇的各处都张贴了谁杀了香农塞德斯的标语牌，让这个问题持续地在每一个人心中回响。罗伯特的坚持和努力终于在2011年得到了回应，小镇警方重新组织了调查小组，决定再次审理这个悬案。他们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线索，不论是真是假，一一核查，希望能够揭开这个多年的悬案之谜。很快呢，警方就收到了一条重要线索，有位叫施蒂芬妮的女人表示她的父亲很有可能就是伤害这个香农的真凶。因为在他小时候，父亲经常说起将这个香农关在家中的地下室里边，实施侵犯后又下了狠手，最后将这个身体扔到了树林里头。史蒂芬妮眼中呢，他的父亲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烂人，经常是家暴，甚至还曾经试图侵犯他这个亲生女儿。调查小组这么一听确认这个嫌疑很大，很快就赶到了史蒂芬妮父亲居住的这个小屋。遗憾的是呢，这座小屋就没有地下室，
而那个烂人父亲呢，他也不是真凶。所谓的谋害香农的那些话，不过是拿来逼女儿就范的故事。虽然这条线索最后证实是假的，但警方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可能，甚至呢还因为这个小镇有传言称这个凶手呢将忏悔信呢放入了香农的棺材中，便在取得了罗伯特的同意之后，将香农的棺材打开。可惜的是最终仍旧一无所获。不过正当警方即将陷入绝望时，另一组负责整理案件档案的警员们却有了一个重要发现。香农的好朋友茱莉亚在香农失踪后呢，曾经向警方反映了一个情况。案发的当晚呢，他与香农是约好了要在凌晨左右出去玩，在11点45分他就到达了香农的家，但当时呢并没有人在家。半个小时后，而茱莉亚呢再次来访，香农依旧不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时间呢，这茱莉亚每隔半个小时就来找香农，但是一直没有等到香农归来，直到凌晨3点左右她才放弃了等待香农，回家休息了。这个说法乍一看没什么问题，可把他和当年琼斯兄弟所说的凌晨左右将香农送回家的这个说法联系起来，那就会发现琼斯兄弟很有可能是撒谎了。警方再次将怀疑的目光投向当年因为通过测谎而被排除嫌疑的琼斯兄弟，他们会不会就是谋害香农的凶手呢？就在这时，有人为警方提供了线索，一位名为珍妮的女子可能知道点什么。看到警方上门的那一刻，珍妮突然情绪激动，甚至是痛哭流涕，不停地表示忏悔。没等警方开口询问，便将隐藏了23年的秘密全盘托出。我们将时间拨回到1989年7月18日凌晨，珍妮与男友迪安在树林里开车兜风，遇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司机呢是一对兄弟俩，他们自称在找一个女孩。迪安呢祝他们好运，随后是继续在树林里兜风。没过多久呢，他们便再次的看到了兄弟俩，不过这次他们车旁的地上多了一个女孩。迪安下车查看情况，却被这琼斯兄弟狠狠地给揍了一顿，并威胁他不要把这个事情说出去，否则你性命难保。迪安呢就载着珍妮狼狈地开车逃离。当时呢，他们并不知道那个女孩是谁，也不知道她的生命就是停留在了那里。直到香农被害的消息传开，他才感到了害怕。他知道这个凶手是谁呀，可是他根本就不敢吱声，他害怕被这琼斯兄弟知道后给灭口，甚至呢，他还无比的庆幸，当时这琼斯兄弟并没有注意到车内还坐着一个女孩，否则自己可能当场就会遇害。至于那个迪安呢，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就因为多项的罪行被捕入狱。这样孤身一人的珍妮呢，更是不敢对外表示说自己知道真相。她就这样将这个至关重要的线索隐藏了整整23年。这也让琼斯兄弟逍遥快活了23年。最终警方在整合了多方的线索后，对琼斯兄弟实施了拘捕，并最终送审法庭。陪审团一致认定两人犯有1级谋杀罪，罪无可赦，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在整整的23年后，罗伯特终于为女儿伸张了正义，香农终于等来了凶手的落网，可以安息了。这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明明有人知道当年发生了什么，却因为恐惧而选择了隐瞒这一切。他们明明可以秘密前往警局去揭发这一切，但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他们的选择让这个小镇上空的阴霾始终无法散去。这不仅仅是香农一家的悲哀，也是那个选择沉默者的悲哀。在这里啊，老贺也想说上一句，无论在什么时候，正义始终是人类最好的品德。你的退让也许会让你获得些许的安全感，可也会让你的余生始终生活在愧疚之中。在保护好自身的前提之下，勇敢与正义才是正确的选择。好了，您有什么想法呢？请在评论区留言，也欢迎订阅老贺开枪这个频道。我们很快会在下一个视频再见，祝福好人一生平安。